卓玛，我听很多朋友说西藏的人不工作也能领钱，是不是真的？躺平做咸鱼，想要房还要有车，除非是白日做梦。和为了生活而来西藏打拼的朋友一样，咱们要付出同等努力。除了工作旅行，全国的朋友来西藏定居，年轻人最适合热喀则，老年人最适合林芝。各位朋友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如果你有一辆车，想成为西藏的老司机，不是看速度有多快，而是踩刹车有多稳。我们备胎可以当做正式轮胎使用了。没有好看。咱们正在走的就是西藏跨市线公路，除了高速以外，这里基本都是这么宽的2车道。很多盘山道路一侧就是万丈悬崖，所以在西藏开车大部分时间都是边踩刹车边走，不要追求速度，安全才是第一位。Hello， 林杰公看三周明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去过了热喀则、亚东县、康玛县、定结县、定日县，此次边境之旅只剩下最后一站吉隆县。作为以前唐国古道的尽头，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。很多朋友都关心一个问题：西藏到底适不适合定居？其实卓玛觉得适合常住，但是要分地方，比如说热喀则、亚东沟、吉隆沟等等地方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爷爷80岁，还有点高血压，天天在林芝市区逛，和老头老太太聊聊天。他是最近这2年从四川到的西藏，他说拉萨受不了，但是林芝很舒服。西藏和林芝一样的地方，就属热喀则最多了。有些没来过西藏的朋友会想象这里海拔高，树木少，氧气不足，人和城市建设又落后，还是极寒之地，所以不敢前来。其实这是一种刻板印象。海拔高确实是客观因素，高海拔地区树木难以存活，所以呢，山上的有些土质不适合生根发芽。在纳曲阿里等地，除了草原，山上很难看到一棵树木。虽说大词人苏轼有一句诗词：高处不胜寒。一方面拟人，另一方面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越高越冷。不过也有一个好处，西藏的夏天不热，不需要吹空调，冬天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。下午的太阳一起来都是暖洋洋的。要说日照哪里充足，西藏绝对是数一数二的，要不怎么说拉萨被称为日光城呢？其实西藏高海拔地区特别多，比如热喀则的江孜县、藏珠自区、定日县、卓玛县、冈巴县等地方，海拔4000到5000左右，人们生活都挺不容易的。其实热喀则全境，西藏大部分地方的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，作为地球最高山脉，全世界10大高峰9座在这里面，5座在咱们的国内，其中1座在新疆，4座在西藏日喀则。地球板块运动，无数高山挡住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，致使西藏大部分的都是既荒凉又壮阔的美。不过喜马拉雅山脉并非一丝不苟，在形成过程当中也摸鱼了。夏林先锋系列印度洋暖湿气流吹进来，在日喀则诞生了亚东沟、吉隆沟、樟木沟、噶玛沟、纯坦沟这些江南之地，海拔低，氧气充足。大阴雨是小阴雨也，才能体验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感觉。不过要到日喀则的这几条沟，并非易事，先解决一些难题才行。这就是为啥年轻人比较适合日喀则的原因。咱们就是勇敢牛牛，不怕困难。首先，日喀则的这几条沟都是边境，要不就靠尼泊尔、不丹，要不就是靠印度阿三。西藏一共有21个边境县城，分别位于林芝、山南、日喀则、阿里、拉萨、昌都、那曲则没有边境线。日喀则是西藏边境线最多的城市，9个都是。如果要到边境线，仅仅带上钱不够，身份证是必备品，还有一样东西不能少，就是这个我手上拿的边境管理通行证。据卓玛了解，西藏和新疆的边境是需要的，不晓得全国其他地方的边境需不需要。要办理边防证，西藏的市区还有县都可以办比如说你要去墨脱，在林芝市区内可以办，你要去的那些地方都写在这里，比如说我去的亚东县、吉隆县这些。通行证的有效时间一般是半年，到了检查站，身份证跟通行证一起就可以通行了。作
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办理这个是免费的，不要被忽悠哦。而这个边境管理通行证，所有人都要办理的。比如说我是日喀则江孜县的，如果我要去亚东，我也要办理。亚东本地的人，他去亚东是不需要的，但是要去西藏的其他边境地区也要需要的。其实办理边防证非常的简单，要不了10分钟。如果去日喀则的几条沟里，尤其是老人，难的不是这个，而是乘车。咱们正在修建的定日机场以外，日喀则其他的边境县城都没有火车或者是机场，无论是从林芝或者是拉萨出发，都要乘车很长一段时间。比如说卓玛的最后一站日喀则吉隆县，从林芝出发有1000公里左右，途中会经过海拔5000米以上的，比如说日喀则的拉孜县、定日县等等翻山的时候，其中的长途跋涉，有些中青年未必能扛住，更别讲老年人。而林芝则不一样，全国所有地方飞机直达，西藏第一条电气化高铁始发站。坐车到林芝别的地方，海拔没有特别高的地方，大部分都是低海拔。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。西藏的人和建筑真的很落后吗？卓玛为举例，我算是藏族朋友里面比较普通的了，比我厉害的比比皆是。我后面的城市什么都有，日常生活非常的方便。西藏无论是挨着印度的边境还是伊沃尔的边境，肯定是比隔壁的边境要好。你能看到新的面貌和大城市学习的现代化。当然了，咱们要过得好，肯定是凭借双手去打拼。走了西藏这么多地方，即使边境线基础设施也布设好了，基本都是高楼大厦。有人说修得那么现代化，抹去了原始的纯真。但如果您来了，受得了那个不方便吗？西藏各地基建参差不齐，因为特别大，慢慢拉近距离。虽然西藏没有那么发达，但是也不原始。到吉隆县时已经是半夜了。这里生活着2003年才加入中国国籍的达曼人，敬请期待吉隆的神秘面貌。晚安。直到现在依托奔流不息的澜沧江水，这里的居民依然使用原始的手法制盐，是世界唯一保留到现在的1000年古盐田。相亲相爱的大家庭一起守护着这片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地。1000年盐谷，今天在昌都市里面，然后明天的话就想去看一看芒康县的1000年盐谷田。从昌都市区出发，开车到芒康县大约要6个小时左右。这里是昌都的最东部，一面挨着四川，一面挨着云南。美好的昌都之旅开始了，让我们中途放松一下。从芒康县沿着滇藏公路再行驶2个小时左右，经历一段长途的盐井镇，就能看到最古老的盐田。我身后呢就是芒康县的1000年盐田，这里呢就是最原始手工晒盐方式的地方。这个盐井拥有1300多年的历史，藏族文化的史诗《格萨尔王》中有记载。直到现在依托奔流不息的澜沧江水，这里的居民依然使用原始的手法制盐，是世界唯一保留到现在的1000年古盐田。也就是到至今保持最完整的手工晒盐方式的地方。到前面去看一下。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西部贸易通道，昌都也是茶马文化地之一。芒康县的纳西乡盐田作为茶马古道重要的驿站，地位不言而喻。上盐井和下盐井，然后这里呢就是盐井镇的纳西。纳西主要以藏族、纳西族、汉族原居民为主，相亲相爱的大家庭一起守护着这片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地。咸不咸？特别咸。当然是咸甜，本来就是盐田嘛。你们尝水。1000年盐田所生产的盐一直都用来供应西藏昌都周边地方。直到现在，这里的盐依然卖给云南的德庆、香格里拉，还有四川的巴塘，以及西藏的昌都和林芝察隅县。真的特别的漂亮，这里这里真的特别的好看，这里真的太好看了，我的妈呀！
盐并不是只能通过海来生产，昌东满康的南川江畔自然的井里有鱼盐水，把这个水背到盐田里，经过太阳的蒸发，就形成了白血丝的晒盐奇观。这个就是弄完的盐吧。而盐田下则是钟乳精盐。全国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有很多传统手工艺。随着现代化发展，有的已经失传。西藏昌都满康的千年盐田是现在世界唯一完整的手工制盐技术。通过手工制盐，让本地人获得收益，也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。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应该要一直传承下去，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这里。西藏有很多传统手工艺，比如制盐、唐卡，都是我国璀璨的文化艺术。在这里呢，就是属于西藏跟云南的交界处。当然这里有卖盐的，然后就买了2袋，有一个是食用的盐，还有这个呢是泡脚的，然后对脚什么有好处，然后就买了2袋。Nice。